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S。之前带你们看过的 J 酷这个品牌的 J7， 那我身后这边就有一台 J8。这个 J8 是比 J7 来的更加大台 ，segment 更高一等。这一个外形讲真的，我也是很喜欢。它是属于比较圆润一点点，好像 J7 呢，它是比较硬核、比较方块式的。这一个比较圆润的 design 呢，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耐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头灯上面有一条非常好看的 DRL， 下方是它的大灯，全 LED 的大灯它跟 J7 的排列方式就不一样了。J7 它把头灯放在 bumper 的位置，把 DRL 放在上面的位置。那这台 J8 呢，就比较像一般的车款，把大灯放在大灯该放大灯的位置。Bumper 下方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好像扰流孔这样的东西没有错，它跟我的 Toyota Vios 一样，是一个让你的轮胎、让你的刹车器做到散热的功能。它是真的可以通往后面的不是假狗这个洞是真的有方向的。如果你有看过我的 Facebook page， 曾经 post 过一个文章，就是讲前轮温度降温的重要性是非常大的。那这个就是让它做到降温的一个非常重要环节啦。这台车跟之前介绍的 J 酷 J7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没有 fog lamp 啦，然后一样有一个瀑布式的水箱护罩，然后前方还可以看到一个一字排开的 J 酷厂徽，一样是立体的它不是那个滑面 acrylic， 它把短波雷达藏在 logo 的下面，也就是 bumper 的正下方的位置啦，有一点像 Proton 的 X70 这样子。除此之外，在大镜上方我们可以看到有2颗镜头，也是用来实现 ADAS 2.5 的功能，它是更加进阶的 ADAS 主动式跟车系统的一个配置当然，除了跟车，除了帮你刹车，除了一些 warning， 除了跟着线行驶，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例如 rear cross traffic alert， 还有这个后方来车警示等等的功能，这台车都是具备的。来到车身侧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Sport Rim 是比起 J7 的尺寸来的更加大，这个是一个20寸的尺寸，245/50R12的轮胎，非常的宽245比我的 Type R 还要宽那轮胎越宽，跟地面的接触面积越大，整台车开起来就会更加的平稳，更加的安全然后很多 SUV 都会用这个防刮材质来做 wheel arch 的 material， 但是这一台车主打的是 premium 高档，所以呢，这个 wheel arch 的位置它是跟车身同色的，是有这个漆面的上色的。车门把手跟 J7 一样，是一个可以伸展的，可以躲进去，也可以伸出来。那因为这一辆目前不是马来西亚版本，所以我们从这个位置看过去呢，右手边是没有 steering 的，steering 在左手边。接下来引进马来西亚版本呢，就是右驾版了啦。然后 J 酷这个品牌一贯的设计作风，从旁边看过去就是非常的干净简洁，没有一大堆多余的线条。我觉得整个看起来就是很 premium 好看。然后尾灯的设计，我个人也是很喜欢，从左边连贯式到右边，也是一个全 LED 的尾灯设计啦。当然 J7 有电动的尾门 ，J8 也是有电动尾门，但是因为这台车目前是没有接电，所以没办法打开来啦。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台车的 interior 是怎么样。坐进这一辆车里面够力我跟你们讲，整个就是好像游艇这样，我觉得很好看很夸张那个氛围感很好只是单单这样静态的坐在里面，我都感觉非常的好了。跟 J7 一样，它这边是有一个旋钮，是用来控制这个驾驶模式，就是它的 driving mode 啦。你可以选普通的模式啦、运动模式啦、沙漠模式，还是雨天、下雪天模式，都可以在这里做到切换。当然，音响、大小声通通都在这边进行所以你不需要很忙碌的去找那些按钮还是什么之类的，你只要轻松的把你的手放在 armrest 上面，就可以直接做到调节。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很 good job。然后 steering wheel 方面跟 J7 一样，是用触控式的按键，启动过后也是会亮起一些指示灯然后这一台后方有 pedal shifter， 这 pedal shifter 的手感渐层是有一点点浅，但是按下去还是蛮清脆的。中间这边呢就可以看到有3个冷气出风口，可以吹上下左右啦。正后方的也可以直接从中间这一个洞口吹到然后前方这边有一个连排式的屏幕，相信是 speedometer 还有多媒体播放器融合为一体啦。在这边也是有一个挖孔，就是实现了这一台车的抬头显示器，非常的好。然后软直的 dashboard，
这一点我真的觉得很值得赞赏，因为很多车啊，现在卖到100多200千啊，整个 dashboard 还是给你那种普通的 material， 这个就是 soft touch material， 摸起来手感很好，看起来视觉效果也非常的好。当然这一辆车呢，也是具备了全车的 Sony 音响哦。你买到的这台车不单只是外表看起来 ADAS， 享受起来也是 ADAS 的，尤其是坐起来它的这个椅子也是很大张，很舒服，跟 J7 差不多。颜色方面，我个人会比较喜欢深色啦，不知道到时引进马来西亚会是什么样的颜色。然后我们头顶上的这个吊布呢，是一个接近于黑色的深灰色，真好看。还有一个全景天窗，也是可以把头啊、手啊伸出去，但是停车才这样做啊。车在行走的时候，不要把头、不要把手伸出去。看过太多次了，在highway啊，那些小孩子啊，整个人都要飞掉了啊，太危险了。天窗不是这样用的啊，一切都要用安全的方式来使用。OK， 当然这辆车它是比 J7 更加高档的嘛，所以它的椅子也一定具备了电动调节的功能。然后 passenger side 还有一个 BOSS switch 在侧边这边，后座的朋友可以直接通过这个 BOSS switch 来移动前方的椅子。然后中间这个 armrest 呢，我们打开来，哇，里面是有一个冷气的 air vent 哦，你可以打开冷气。所以如果你长途驾驶，可能你要从新山开车去 KL 啊，3、4个小时的车程，你放些饮料在里面啊，还没有到 KL， 你的饮料就已经冷了，你就可以喝冷冷的饮料。这一点我个人很喜欢啦。然后哦，这辆车啊有一个重点，你们看这个门板是不是没有看到那个拉门的门把手跑去哪里了呢？就在这个位置，它是用按键的方式哦，只需要按一下这个门板呢，就会解锁打开啊，这一点非常的好，不需要再拉把手了啊。现在的人真的越来越懒，连开一个门都要用按钮。打开车后门，这辆车呢是属于更加高档、更加高级的嘛，所以老板啊就会买这辆车，交由他的助手。交由他的司机来开车，让老板坐在后面，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好的隐私嘛。好的隐私哪里来 ？Original built-in 的sunshade，可以这样拉起来。如果你的车没有 built-in 的这一个sunshade的话，不要紧，我有一个好介绍你们，就是 Elevo sunshade。讲到sunshade呢，一定要为大家介绍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就是 Elevo。它不仅是有出各式各样的 car accessories， 也有出 quality 非常高的 Elevo sunshade。像我的这一台 Toyota Vios 用住的就是这个sunshade啦，而且它是 magnetic 的，只需要把它轻松的这样放一下、吸一下，它就会直接吸附在你的车框上面。如果你的车没有钉灯，或者你有连很好的钉灯，但是阻隔阳光不够厉害的话，没有关系，买一套 Elevo sunshade。很便宜罢了。开车的时候，即使是大热天，也不会很刺眼。不仅是前方有啊，后面也是有的。一整套呢是4片，如果是一些 MPV 车型的话，会有6片。当然，一些指定车款哦，连最后边这一片大镜都有推出它的sunshade。那这个sunshade的安装方式，只是把它吸上去而已，因为它的边框啊是有吸铁的，所以你只需要这样放一下，它就会吸上去，不需要安装任何的 bracket。最主要的是，它完全不影响你的 power window 操作，非常的 good job。当然 Elevo sunshade 有分2种款式，一个是普通款式，一个是 Premium 款式。像我这一个就是 Premium 金色 logo 的，它的这个透光度会比较低，因为它的这个网状结构啊会更加的密，而且 quality 非常的好，车缝线方面真的做到美美的。那其实不只是有我这一台车的 Elevo sunshade， 马来西亚各大车厂各种车型都有推出 Elevo 的 sunshade。只要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就会找到一个 link， 点击进去，你们就可以查看属于你们各自车款的 Elevo sunshade 的价钱了啦。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啦 ，Let's go。OK， 我们坐进这辆车的后座啊，当然后座的门板也是用按钮方式来打开的哦。OK， 然后这台车呢，它也是一个5座车款，所以它的后座空间表现比起 J7 来得更加巨大。坐在后面呢，真的是 like a boss 啊，椅背倾斜角度非常的好哦，而且还可以做到调节，看到吗？椅背还可以调节啊。所以老板坐在后座刷刷手机啊，看看平板啊，非常的好。冷气出风口比起 J7 呢，它是有2个冷气出风口。中间我们可以翻下一个 armrest， 靠在上面啊，那个手感很好。那如果这辆车引进马来西亚，你们觉得这辆车要卖多少钱呢？不是在心目中有一个数字打在我的影片下方，我们看一下，到时候这辆车真正 launching 发布价钱了过后，有谁猜对价钱啊？猜对价钱呢，说不定我可以送小礼物，玩个游戏。那今天的这个活动啊，真的是要非常感谢 J 酷的邀请，让我们一次过看了2台非常好的 SUV 哦，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台
J Cool J8。 还有之前为你们大家带来的 J Cool J7， 有谁错过了那一部影片的话，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的这个 link 过去看一下。那如果你们要买到 Elevo 的3线，不要忘记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区还有 description 那边都可以找到它的购买链接，点击进去你们就可以查看属于你们各自车款的 Elevo 3线了啦。OK， 今天这一部影片大概就先讲到这里。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嘟嘟嘟嘟嘟嘟。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了 ，Goodbye。